诸位朋友，今天咱们要讲的故事，开局得把镜头拉到西汉的长安城，那个阴暗潮湿、常年散发异味的地方，那是大汉帝国的郡地狱。翻开古代那些帝王降生的正史，你看到的都是眼花缭乱的特效，什么满是红光、异香扑鼻、天上飞龙、梦里吞日，一个比一个玄幻，一个比一个神圣。但今天咱们要讲的这位皇帝，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真正在牢房里长大的天子。他出生那年，长安城的天空没有红光，只有漫天的黑烟和冲天的血腥味。因为他的曾祖父，那个晚年被多疑和求仙折磨得有些疯癫的汉武帝刘彻，正在这座都城里掀起一场人头滚滚的超级大清洗，巫蛊之祸。在长乐宫和未央宫的刀光剑影中，那个曾经被寄予厚望、当了30多年大汉太子的刘据，被江充等小人逼得走投无路，被迫起兵。这不只是一场政治斗争，这是一场父子相残的修罗场。长安城里死了几万人，最终太子刘据兵败逃亡，悬梁自尽。太子的母亲卫子夫皇后在宫中交出喜寿后也绝望自杀。太子的3个儿子，包括刘病已的父亲刘进以及一个女儿，全部在混乱中被乱刀砍死或被迫自杀。太子的妻子和刘进的妻子也没能逃脱。整个魏太子一脉，那些流淌着汉武帝亲生骨肉的皇孙曾孙们，在这场最高统治者导演的屠杀中，像秋风扫落叶一样被杀得干干净净。血泊中只留下了一个生命体征极其微弱的活口，一个刚出生几个月，连正式皇族名字都还没来得及上的男婴。这个婴儿被杀红了眼的士兵从死人堆里扒了出来，他们没有当场杀他，但这不代表他安全了。他被粗暴地用破布裹着，像扔一件不再需要的垃圾一样，被扔进了专门关押重犯、环境极其恶劣的郡地狱。对于一个几个月大的婴儿来说，这里没有母亲温暖的怀抱，没有精细的米糊，只有那些带着脚镣的囚犯绝望的哀嚎和在墙角乱窜的肥大老鼠。这个婴儿在冰冷潮湿的牢房里发出了他人生中最微弱但也最顽强的一声啼哭。这声啼哭就是中国历史上最不可思议的一场逆袭求生的开端。在郡地狱里，负责管理犯人起居的官员是廷尉监，当时的廷尉监叫丙吉，字少卿。丙吉是个在官场摸爬滚打了半辈子的老吏，他见惯了生杀予夺，也深知皇权斗争的残酷。当他看到那个被扔进牢房冻得瑟瑟发抖的皇曾孙时，丙吉的眼里闪过了一丝复杂的悲凉。太子本来就是被冤枉的，现在连这个吃奶的孩子都不放过吗？丙吉没有像其他趋炎附势的官员那样去踩上一脚，或者为了避嫌而对着政治犯的后代不管不问。他做出了一个决定，他要让这个孩子活下去。在牢里养活一个婴儿比登天还难，没有奶水，没有衣服。丙吉找到了2个刚刚在牢里生过孩子或还在哺乳期的女囚犯，一个叫赵正清，一个叫胡祖。他把他俩叫到一起，没有用官威去压他们，而是用一种近乎哀求的语气说：这是太子的唯一血脉，你们如果有奶水就喂喂他吧。这2个女囚犯自己每天吃的都是掺了沙子发馊的牢饭，根本吃不饱，哪来的充足奶水？但在这阴暗的死牢里，牢里的母性成了唯一没有被夺走的东西。他们接过了那个瘦小的婴儿，从自己那可怜的干瘪的乳房里挤出了一滴滴带着体温的乳汁，轮流喂养着这个大汉的皇曾孙。而丙吉呢，他自己掏腰包，把每天发给自己的口粮，甚至是用俸禄买来的肉和细粮，悄悄地省下来，在巡视牢房时避开别人的耳目，偷偷塞给这2位女囚犯补充营养。他甚至用自己破旧的衣服给这个婴儿做尿布和襁褓。就这样，在这个随时可能掉脑袋的死牢里，
一个廷尉监，2个女囚犯，用他们最微薄的力量，硬生生在这冰冷的石头地上，为这个大汉帝国未来的天子筑起了一个小小的生命摇篮。时间艰难地在牢房阴影里流逝。4年过去了，这个在牢房里吃百家饭、喝女囚奶水长大的孩子学会了走路，学会了说话。他长得像豆芽菜一样瘦弱。公元前87年，那位在未央宫里杀了无数人的汉武帝刘彻终于病倒了。病床上的刘彻不仅没有反思自己的残暴，反而变得更加多疑和神经质。有一天，他手底下的望气者跑来报告：陛下，臣等夜观天象，发现长安的监狱里竟然有天子气。天子气这3个字对于一个濒死的疑心病极重的皇帝来说，简直就是最致命的催命符。有人要抢朕的江山，而且还在监狱里。刘彻的眼睛里爆射出极其恐怖的凶光，他甚至没有去核实这股天子气到底在哪座监狱，也没有去问官的是谁，他直接下达了一道让整个长安城都为之颤抖的绝杀令：传朕旨意，把长安城所有监狱里的犯人，不管轻罪重罪，也不管关了多久，立刻马上全部杀光，一个不留。这道命令一下，整个长安的监狱系统瞬间变成了修罗场。太监总管带着一群手持钢刀、杀气腾腾的武士，从未央宫出发，连夜挨个监狱执行这道冷血的屠杀令。深夜，火把的光芒照亮了郡地狱那扇厚重的、布满铁钉的大门。内业者令带着滴血的刀来到门外，奉旨清空大狱。开门尖利的嗓音在寒风中回荡，听到外面的喊杀声，郡地狱里的犯人们绝望地哭喊起来。赵正清和胡祖紧紧地把那个4岁的皇曾孙护在身后，吓得浑身发抖。而此时，身为监狱长的丙吉听到外面的动静，他没有去拿钥匙开门，而是快步冲向大门，用自己的身体连同门后的横木死死地抵住了那扇通往死亡的大门。开门！丙少卿，你想抗旨吗？外面的太监愤怒地砸着门，丙吉紧紧贴着冰冷的木门，他能听到外面刀剑出鞘的金属摩擦声。他知道，只要这扇门一开，里面的几百个犯人，包括那个他养了4年的孩子，瞬间就会变成一堆碎肉。他更知道自己现在的行为已经是满门抄斩的死罪，但丙吉没有退，他在门后用尽全身的力气，对着门外的太监大吼：皇曾孙在此，别人都是些无辜的囚犯，杀他们尚且没有道理，难道连陛下的亲骨肉、大汉的嫡孙你们也要杀吗？这声怒吼不是辩解，这是用自己的命去赌外面的太监还有没有最后一丝人性，去赌大汉的法理还有没有最后一丝底线。门外的内业者令愣住了，他虽然拿着圣旨，但他太清楚皇曾孙这3个字的分量了。如果他今天真的强行冲进去，把陛下的亲曾孙给剁了，万一哪天皇帝清醒过来后悔了，他这个拿刀的太监绝对是第一个被推出去平息众怒的替罪羊。但如果他不执行命令，回去也是死。丙吉，你这是在造反，再不开门，我连你一起砍。太监在外面威胁道。丙吉没有再说话，他像一尊石像一样死死地定在门后，从半夜一直僵持到天亮，整整1个晚上。太监和武士们在门外徘徊，叫骂、威胁，但始终没有敢下达强行撞门的命令。而丙吉就在门后守了一夜，他的衣服被汗水湿透，嗓子喊哑了。第二天清晨天亮了，那股让人窒息的杀气终于在阳光的照射下渐渐消散。内业者令知道天亮了，这杀人的差事没法再悄无声息地干了，他只能带着那群武士灰溜溜地赶回未央宫，向汉武帝请罪。陛下，郡地狱的丙吉死活不肯开门，说里面有皇曾孙，奴才们不敢硬闯，
躺在病床上的汉武帝刘彻听完太监的汇报，他没有发怒，也没有下令去砍丙吉的头。这位杀人如麻的帝王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似乎突然清醒了过来，他闭上眼睛，长长的叹了一口气。这是天意呀！老皇帝明白了，那个忘气者说的天子气，其实不是指什么要造反的囚犯，而是指那个在牢里顽强活下来的大汉王朝正统血脉，连天都不让他死。他这个快要进棺材的皇帝，又何必再去造孽呢？为了给自己积累一点阴德，也顺应这个天意，汉武帝下达了他人生中最后一道，也是最仁慈的一道诏令：大赦天下，长安城所有的监狱全部打开大门，那些原本要被处死的囚犯全部无罪释放。那个4岁的孩子在这个寒冷的早晨，终于从鬼门关前被丙吉硬生生地拉了回来。孩子活下来了，但他在牢里长大的这4年身体底子太差了，加上监狱里阴冷潮湿，他经常生病，发高烧，咳嗽。丙吉看在眼里，疼在心上，他不仅经常自掏腰包去城里找医生买药，为了让这个苦命的孩子能像普通老百姓家的孩子一样好养活，丙吉给他取了一个极其普通，甚至有些土气的贱名——刘病已。病已经好了，以后再也不生病了。这个名字没有那些风雅的字眼，只寄托了一个长辈对晚辈最朴素的愿望：只要你能健健康康的活着，比什么都强。大赦天下之后，刘病已被放出了郡地狱。丙吉知道自己只是个廷尉监，没有资格也没有能力在宫外继续保护一个有着敏感身份的皇曾孙，他必须给孩子找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他多方打听，终于找到了刘病已的外祖母家史家。5岁的刘病已穿着丙吉给他买的新衣服，站在史家的大门前。他没有父亲，没有母亲，他不知道那些在未央宫里高高在上的人其实都是他的亲戚。他回过头看了一眼那个送他来的头发已经有些花白的廷尉监丙吉。丙吉没有多说一句话，只是向他挥了挥手，转身走进了长安市井的人流中，深藏功与名。直到后来刘病已当了皇帝，丙吉都没有主动提过自己当年的救命之恩。刘病已推开史家的大门，走进那个陌生的院子。他那瘦弱而孤独的背影在夕阳下拉得很长。这个在死牢里长大的5岁孩子，第一次看到了牢房外面的天空，第一次吃到了没有发霉的饭菜，但他的身份依然是一个随时可能引爆的政治炸弹。幸运的是，公元前87年，汉武帝刘彻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下了一道诏书，将那个在郡地狱里幸存下来的曾孙刘病已正式录入宗正的皇家户籍。这道诏令虽然没有恢复刘据的太子名誉，但至少在法律层面上承认了刘病已是大汉皇室的血脉。他不再是一个可以随便被人踩死的私生子或囚犯，他有了一个皇曾孙的名头。但这仅仅只是一个名头。刘彻死后，汉昭帝刘弗陵继位，大汉的朝政落入了大将军霍光的手中。霍光虽然权倾朝野，但他并没有精力去管一个废太子的孙子。刘病已被移交给了当时掌管后宫事务的掖庭令来抚养。这个时候，命运的齿轮再次展现了他令人叹息的一面。在刘病已生命中最黑暗、最无助的时刻，又一个贵人走进了他的生活。当时的掖庭令叫张贺，张贺的身份非常特殊，他不仅是一个宦官，他曾经是魏太子刘据的家臣。在巫蛊之祸中，张贺因为牵连受了宫刑，才保住了一条命，成了掖庭令。当张贺看到那个瘦弱的曾经是他主子唯一血脉的皇曾孙时，这位受尽屈辱的老太监老泪纵横。他没有因为刘病已是一个落魄的皇孙而怠慢他，相反，他把对太子的忠诚和愧疚全部倾注在了这个孤儿的身上。张贺对刘病已简直是视如己出，他不仅自掏腰包给刘病已
提供最好的吃穿，还顶着巨大的政治风险花，重金请来了长安城里最有学问的名师，教刘病已读书识字，教他读《诗经》，读百家经典。张贺是想把刘病已培养成一个知书达理的贵族公子，他希望这个孩子能平安地度过一生，哪怕不能恢复皇室的荣耀，至少也能像个有教养的人一样活着。但是张贺的愿望落空了。刘病已虽然聪明，虽然《诗经》背得滚瓜烂熟，但他骨子里流淌的不仅仅是皇家的血液。他在郡地狱那4年极其恶劣的环境中，早就种下了一颗野性、叛逆以及强烈的生存本能的种子。随着年龄的增长，刘病已渐渐厌倦了深宫高墙里的枯燥学习，他把目光投向了那个充满了烟火气，也充满了三教九流的长安街头。如果说其他的皇子皇孙是在未央宫的深宫大院里，在太傅的教导下学习帝王之术，那么刘病已他就是在中国历史上最繁华、最市井，也是最残酷的一个超级大课堂里，西汉的长安城街头，完成了他的帝王教育。他没有住在什么豪华的王爷府里，他就像一个普通的市井少年一样，每天在长安的街巷里穿梭。他穿着普通的粗布衣服，身上可能还带着一股子碳酸味儿。他结交的不是什么王公贵族，更不是什么饱学之士，他结交的是长安街头的屠夫、酒保、贩夫走卒，甚至是一些游侠和无赖。他的爱好极其接地气。史书记载他好游侠，斗鸡走马。你能想象吗？一个大汉帝国的皇室后裔，每天混迹在长安的斗鸡场里，他会和一帮光着膀子的汉子蹲在地上扯着嗓子为自己的那只大公鸡加油叫好。他会为了赢一场走马的赌局跟别人争得面红耳赤。他会去逛长安的下九流市场去买那些不入流的小玩意儿。他甚至染上了一身浓厚的游侠习气。如果哪个兄弟受了欺负，或者遇到了不公平的事，刘病已虽然是个没钱没势的落魄皇孙，但他绝对不会袖手旁观。他敢拔出刀子，带着一帮市井兄弟去跟那些欺男霸女的恶霸讲道理，拼拳头。他很讲义气，也很能打。在这个过程中，刘病已的身上不仅没有了那种皇室独有的娇贵和傲慢，反而多了一种在泥地里摸爬滚打出来的狠劲和滑头。在很多长安城的高层官员眼里，甚至在他那个疼爱他的养父张贺眼里，刘病已经彻底废了，终究是个在牢里长大的孩子。哪怕教他读了《诗经》，骨子里还是个市井流氓，这辈子算是毁了。这几乎是所有认识刘病已的人对他的统一评价。但是这些坐在高堂大殿上的官员们根本不懂刘病已在长安街头斗鸡走狗的这10几年，他学到的东西比任何一本兵书，任何一位太傅教的帝王之术都要宝贵10000倍。因为他亲眼看到了这个大汉帝国在光鲜亮丽的外表下最真实、最肮脏也最血淋淋的运行逻辑。在未央宫里，皇帝看到的都是大臣们精心粉饰过的太平盛世，是尚书里描绘的尧舜之风。而在长安的街头，刘病已看到了那些基层的小吏是如何在收税的时候巧立名目，把老百姓盘剥得倾家荡产。他看到那些表面上满口仁义道德的差役是如何在私底下收受黑钱，帮地主豪强欺压善良。他看到一纸极其荒谬的公文是如何让一个普通家庭瞬间家破人亡。他也看到老百姓为了活下去是如何在夹缝中挣扎，如何对那些贪官污吏敢怒不敢言。他甚至亲自体验过，因为他没钱，或者因为他是个没背景的皇孙，他在街头也一定受过那些基层官僚的刁难和白眼。这种切肤之痛让刘病已深刻地认识到了一件事：这天下根本不是靠几句儒家的仁义道德就能治好的，治国就是治吏。你如果不把那些在底层鱼肉百姓的贪官污吏收拾得服服帖帖，你就算在朝堂上下达再多休养生息的圣旨，到了下面也会变成一张废纸，
这些从市井中摸爬滚打出来的潜规则，这些对官场黑暗面的极其敏锐的洞察力，深深地刻在了刘病已的脑子里，这也成为了他日后执掌大汉江山时最锋利的一把武器。后人评价汉宣帝是西汉最懂吏治的中兴之主，这可不是因为他天生神力或者有什么高人指点，这完完全全是因为他在这18年的街头岁月里，用自己的眼睛，用自己的精力，把整个大汉王朝从上到下，从里到外的那些弯弯绕绕，那些猫腻摸得一清二楚。你们以为我是个只知道斗鸡的流氓，但我在斗鸡场里看懂了什么是趋炎附势，在酒肆里听懂了什么是民怨沸腾。时间在斗鸡的欢呼声和走马的尘土中悄悄流逝。公元前74年，刘病已经长成了一个18岁的精壮青年，他的身材高大，眼神中透着一股在街头历练出来的精明和沉稳。虽然他顶着一个皇曾孙的名头，但在长安城里，所有人包括他自己都认为，他这辈子最大的成就可能就是在斗鸡场上赢几只肥鸡，或者在街头打架时多收几个小弟，然后娶个普通人家的姑娘，平平安安默默无闻地度过这一生。那个高高在上的未央宫，那个代表着天下最高权力的皇座，对于这个在市井里长大的盲流皇孙来说，遥远的就像天上的星星，不仅可望而不可及，甚至连想一想都是一种极其奢侈的罪过。刘病已在长安的街头，从一个豆芽菜长成了一个身材精壮的青年。到了18岁，按照汉朝的规矩，男大当婚。可是这门亲事愁坏了抚养他的掖庭令张贺。张贺对这个旧主唯一血脉那是掏心掏肺的好。他看着刘病已一天天长大，虽然身上沾了点市井气，但长得一表人才，而且很聪明。张贺心想，既然是皇室血脉，怎么也得娶个像样的媳妇。他第一个想到的是自己的孙女。张贺的家族在长安可是名门望族，他弟弟张安世当时是朝廷里的9卿之一，位高权重，深受大将军霍光的信任。张贺跑到弟弟家，兴冲冲地提议：“老弟啊，我看皇曾孙病已这孩子不错，咱们把孙女嫁给他吧，亲上加亲。”结果张安世听到这个名字，吓得直接从椅子上跳了起来，连连摆手，甚至严厉地斥责了哥哥：“你疯了吗？他是什么身份？他是废太子刘据的孙子，是被武帝当年下过诛杀令的血脉。他现在能保住一条命，已经是老天爷开恩了。你不仅养着他，还要把咱们张家的孙女嫁给他，你是嫌咱们张家活得太长了，想拉着全家老小一起去给他陪葬吗？”张安世的话像一盆冰水兜头浇在张贺头上，这就是当时的政治现实。刘病已虽然顶着皇室头衔，但在那些达官贵人眼里，他就是一个行走的定时炸弹，谁沾上谁，就可能随时被扣上谋反或同情废太子的帽子。张贺碰了一鼻子灰，只能无奈地放弃了这个念头。既然大户人家不敢嫁，那就只能在掖庭里找个普通人家的姑娘了。在张贺管辖的掖庭里，有一个底层的小吏叫徐广汉。徐广汉这人说起来也是个倒霉蛋儿。他原本是汉武帝时期的侍从官，因为有一次跟随皇帝出行时，不小心拿错了别人的马鞍，被当作盗窃，按律当死，最终以宫刑代死，成了一个太监，只能在掖庭里打打杂，干点脏活累活。但是徐广汉在受刑之前已经结了婚，而且生了一个女儿。这个女儿名叫许平君。许平君长得清秀端庄，性格温婉。到了出阁的年纪，徐广汉本来把她许配给了一个内者令的儿子，可是就在准备过门的时候，男方突然暴毙死了。在古代，女子还没出嫁，未婚夫就死了，这叫克夫，是非常不吉利的事情。许平君的婚事一下子就黄了，很难再找到好人家。张贺听到这个消息，眼睛一亮，
这不就是天赐的良缘吗？张贺特意备了一桌好酒菜，把徐广汉请到了自己的住所。酒过3巡，张贺开口了：“老许啊，你女儿的婚事我听说了，别难过，我给你介绍一个好女婿。”“谁呀？”徐广汉问。“皇曾孙刘病已。”徐广汉一听，手里的酒杯差点没端稳。他也是在宫里混的，怎么可能不知道刘病已的底细？那可是个废太子的孙子，一个在长安街头斗鸡走狗的闲汉。但是张贺是他的顶头上司，而且张贺还在酒桌上不停地劝他：“老许，你女儿现在这种情况不好找婆家了。皇曾孙虽然落魄，但他毕竟是龙子龙孙，骨子里流着大汉天子的血，而且这孩子我看着长大的，长得很英俊，人也聪明，你把女儿嫁给他不吃亏。”徐广汉喝了点酒，脑子一热，再加上平时也见过刘病已几次，觉得这小伙子除了穷点爱玩点，人确实长得精神，加上不敢得罪上司，徐广汉一咬牙：“行，我答应了。”徐广汉高高兴兴地回到家，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老婆。结果他老婆听完直接炸了锅，指着徐广汉的鼻子就是一顿破口大骂：“你个老糊涂，你是不是被淹了，连脑子也坏掉了？那个刘病已是个什么东西？他是个罪人之后，是个天天在街上跟一群流氓混在一起的废物，你居然要把咱们清清白白的女儿嫁给这样一个连饭都吃不饱的穷光蛋，你这不是把女儿往火坑里推吗？”徐广汉被骂得狗血淋头，但他毕竟是一家之主，而且已经答应了上司，骂什么骂？这事儿已经定了，张大人做媒怎么能反悔？再说了，人家好歹是皇室血脉，万一哪天时来运转了呢？徐母虽然大哭大闹，但也改变不了当时的父权决定。就这样，一场极其寒酸，几乎没有任何达官贵人参加的婚礼，在长安城的一个简陋院落里举行了。因为刘病已穷得叮当响，这场婚礼所有的花费，包括聘礼酒席，全部都是张贺自掏腰包赞助的。刘病已这个18岁的落魄皇孙，终于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他的妻子就是那位后来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最感人至深的故剑情深传说的女人许平君。婚后的生活极其清贫，刘病已依然没有正经工作，他依然保留着市井游侠的习气，偶尔还会去街头和那些兄弟们混在一起。但许平君没有像他母亲那样抱怨，她脱下了出嫁时的红装，穿上了粗布麻衣，在这个简陋的院子里默默地为了这个看起来没有未来的丈夫洗衣做饭，操持柴米油盐。她包容他的市井气，理解他内心深处的孤寂和骄傲。在那些漫长而平淡的日子里，当刘病已从外面的斗鸡场回来，带着一身汗味和疲惫时，迎接他的永远是妻子温和的笑容和桌上一碗虽然粗糙但热腾腾的饭菜。对于从小在死牢里长大，在街头看尽冷眼，从来没有感受过亲庭温暖的刘病已来说，许平君不仅是他的妻子，更是他在这个充满算计和暴力的世界上唯一的一个避风港。这种在微末时期建立起来的相濡以沫的真情，深深地刻在了刘病已的心里，也成为了他日后登上帝位时，面对整个大汉朝堂的权力威压，依然死死守护的一块净土。不久之后，他们迎来了爱情的结晶，许平君生下了一个健康的男婴，也就是后来的汉元帝刘所。对于刘病已来说，老婆孩子热炕头，他甚至觉得如果这辈子就在这个小院子里当一个普通的长安市民也挺好。但是历史的洪流从来不会因为一个人的安分守己而停止奔腾。公元前74年春，那位在位13年、年仅21岁的年轻皇帝汉昭帝刘弗陵突然在未央宫里驾崩了。更要命的是，汉昭帝没有留下任何子嗣，这一下大汉帝国的最高王座空了，谁来接班？这个决定权落在了一个人的手里，
他就是当朝的最高权力掌控者，被汉武帝临终托孤的大司马大将军霍光。霍光是霍去病的同父异母弟弟，他在汉武帝身边谨慎地伺候了20多年，从未犯过一次错误。在汉昭帝时期，他更是权倾朝野，说一不二。现在皇帝死了，没有儿子，按照规矩，只能从汉武帝的其他儿子或孙子里挑选一个来继承皇位。霍光和满朝文武经过商议，排除了很多选项后，他们选中了远在山东的昌邑王刘贺。霍光派人拿着金牌，快马加鞭去迎接昌邑王进京登基。刘贺这小子是个被宠坏了的荒唐王爷，他一听说自己要当皇帝了，兴奋得快疯了。他带着自己昌邑国的200多个心腹大臣和随从，像土匪进城一样浩浩荡荡地冲进了长安。到了长安之后，刘贺根本不守规矩，在先帝丧期内，他不仅不穿丧服，还天天在宫里吃喝玩乐，甚至试图把霍光提拔的那些朝廷重臣都换掉，安排自己带来的那帮昌邑小弟上位。他在未央宫里短短的27天时间，竟然下达了1127道荒唐的命令。这就好比一个刚上任的新兵蛋子直接跑去军火库里，试图把老司令的枪和弹药全抢过来。这彻底触碰了霍光的底线。我让你来当皇帝，是让你来做个盖章的摆设，不是让你来夺我的权。霍光是个行事极其果断冷酷的政治家，他没有丝毫犹豫，他联合了朝廷里的重臣，直接把年仅15岁的上官太后，也是霍光的外孙女请出来。在未央宫的大殿上，霍光当着满朝文武的面直接宣读了刘贺的罪状，当场剥夺了刘贺的皇位，然后把刘贺带来的那200多个心腹全部拉到宫外集体斩首。仅仅当了27天皇帝的刘贺，被像拔草一样拔出了未央宫，灰溜溜地赶回了老家。这场名为27天废帝的闹剧虽然被霍光雷霆般平息了，但是大汉帝国的皇位再次空了出来，未央宫里又一次陷入了死寂。霍光坐在大将军府里，看着那份长长的皇室宗亲名单，眉头紧锁。这次该选谁呢？选那些在外地势力庞大、老谋深算的诸侯王，比如广陵王刘胥？不行，那些人不仅年纪大，而且有自己的班底，一旦他们进了长安，肯定会像刘贺一样试图抢夺权力，甚至比刘贺更难对付。选年纪太小的孩子也不行。主少国疑，现在朝局动荡，需要一个至少成年了，能稳住人心的皇帝。霍光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皇帝？他需要一个成年了的，但没有任何政治背景，没有任何外戚势力，甚至连个像样的朋友都没有的孤家寡人。只有这样的人才会像一个提线木偶一样，乖乖听他霍光的话。只有这样的人才不会对他庞大的霍氏家族构成任何实质性的威胁。就在霍光感到一筹莫展的时候，有一个人站了出来，向他推荐了一个名字。这个人就是当年因为刘病已婚事而大发雷霆的9卿之一的张安世，也有说是光禄大夫丙吉，当年在死牢里救过刘病已的那个老狱长。此时丙吉也已经是朝廷重臣。他向霍光力荐了刘病已，推荐人郑重地说：大将军，武帝还有一个曾孙名叫刘病已，今年18岁。这孩子虽然从小在民间流落，但我暗中观察过他，他精通诗书，而且在长安街头历练多年，性格沉稳，绝不像昌邑王那样荒唐。最重要的是，他是个孤儿，没有任何外戚和门客。这句话像一道闪电击中了霍光的心头，霍光的心头猛地一跳。18岁，没有背景，没有势力，甚至连个正经的工作都没有，这不就是他梦寐以求的最完美的政治猎物吗？一个在街头斗鸡走狗的流氓皇孙，就算当了皇帝，他懂什么朝政？他除了依靠我霍光，他还能依靠谁？霍光拍案而起，就他了。公元前74年秋，长安城的街头阳光
依旧刺眼。在那条熟悉而破败的巷子里，刘病已那个简陋的小院依然像往常一样安静。许平君或许正在院子里晾晒着刚洗好的衣服，几个月大的儿子在屋里熟睡。突然一阵极其沉重、整齐划一的马蹄声和铠甲碰撞的金属声打破了这条巷子10几年的宁静。巷子里的老百姓纷纷探出头来，然后吓得赶紧关上了门窗，因为他们看到一队全副武装、穿着大汉帝国最精锐禁卫军服饰的皇家车骑，浩浩荡荡像11条黑色的巨龙，停在了那个平时只有街头混混才会来串门的刘家破院子门前。领头的是代表着大将军霍光最高权力的朝廷特使，他手里捧着那卷决定天下归属的明黄色诏书，走到那扇斑驳的木门前。宣读诏书的声音惊醒了还在屋里给孩子缝衣服的许平君，他看着院子里跪满了一地的官员，看着那个平时只会跟一帮市井兄弟喝酒吹牛的丈夫，刘病已没有慌乱，也没有狂喜，他只是拍了拍身上的灰尘，牵着妻子的手，平静地走出了那扇斑驳的木门。他知道这不是去享福，在长安街头混了10几年，他太清楚这座城市权力的底色了。那个刚刚被废掉、带来200多个心腹，却被杀了个精光的昌邑王刘贺，才刚刚被赶回封地。未央宫的红墙里流淌的不是富贵，而是足以把人碾成肉泥的血水。他一个没有任何背景，连个像样朋友都没有的孤儿，被强行推上了那张沾满鲜血的龙椅。这不叫登基，这叫被绑架到了权力的火山口。按照大汉的规矩，平民不能直接当皇帝，所以霍光先给他安排了一个过场，封为阳武侯。仅仅过了27天，这位18岁的青年在群臣簇拥下，穿上了那件沉甸甸的黑色龙袍，走进了未央宫的大殿。他正式成为了大汉帝国的第10位皇帝汉宣帝。登基之后，他面临的第一件事就是改名，并以这个名字太接地气了。在封建时代，皇帝的名字是要避讳的，老百姓日常生活中如果带了这2个字，是要犯法杀头的。并和乙都是常用字，如果全天下都不许用这2个字，那老百姓连话都没法说了。这不仅扰民，而且荒唐。为了体现新皇的仁德，也为了减少老百姓的麻烦，他主动下诏将自己的名字改为了一个冷僻的字，刘询，从病已到询。这不仅是一个名字的改变，这是他从一个在泥水里挣扎求生的囚徒，向一个高高在上、被供奉在神坛上的帝王完成的一次物理层面的包装。但是包装再华丽，在未央宫的朝堂上，他依然只是一尊摆设。宣帝刘询坐在龙椅上，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看清了那个真正掌控大汉帝国命运的男人——大将军霍光。霍光身材高大，面如刀削，不苟言笑。他站在大殿的右侧，虽然没有穿龙袍，但那股气场压得整个朝堂上几百号文武百官连大气都不敢喘。宣帝看着霍光，他知道这个人辅佐了汉武帝、汉昭帝，废了汉废帝，大汉的军队、财政、人事任免全部在这个男人的手里。他的家族霍氏子弟占据了朝廷所有关键的职位，霍光之子霍宇为右将军，侄孙霍云为中郎将，女婿是度辽将军等等。在霍光面前，自己这个皇帝就像一只随时可以被捏死的蚂蚁。刘询想起在长安街头那些恶霸欺负老百姓时那种跋扈的嘴脸，但霍光不一样。霍光不跋扈，他甚至表现得很恭敬，但他那种不怒自威的沉默，比任何咆哮都让人感到恐惧。这种恐惧在一次前往高祖庙祭祀的路上达到了顶峰。按照礼制，皇帝出行祭祀，辅政大臣要做陪乘，坐在皇帝的马车里。那天霍光穿着厚重的朝服登上了刘询的专车，车厢里空间狭小，18岁的刘询和这位权倾朝野的大将军并肩坐在一起，
车轮压过长安平坦的驰道，发出沉闷的辘辘声。车厢里陷入了一种诡异的寂静。霍光没有说话，他只是目视前方，那张犹如雕塑般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刘询坐得笔直，他不敢转头去看霍光的眼睛。他感觉到身边坐着的不是一个臣子，而是一头随时会张开血盆大口的凶兽。霍光身上散发出的那种长期身居高位、主宰生杀大权的压迫感，像一座冰山死死地压在刘询的胸口。他甚至连呼吸都要小心翼翼，生怕呼出的气流大了一点引起这头凶兽的警觉。他的后背开始渗出细密的冷汗，汗水湿透了贴身的衣服。他感觉到那不是汗水，那是无数根看不见的冰冷的毒针一根一根地扎进他的后背。若有芒刺在背，这6个字后来成了一句著名的成语，但他在当时是这位年轻的大汉天子最真实、最屈辱的生理和心理反应。刘询在这辆豪华的马车里度秒如年，他终于明白为什么那个带着200多心腹进京的刘贺，仅仅27天就被废了。因为在这个男人的气场下，任何试图反抗的举动都是极其可笑的。直到祭祀结束回城的时候，霍光因为有事没有再陪城，换成了车骑将军张安世陪刘询同城。当张安世坐进车厢的那一刻，刘询长长地出了一口气。他感觉到那种让人窒息的压迫感消失了，他终于能像个正常人一样呼吸，甚至能和张安世轻松地聊上几句。那一天的经历给刘询上了一堂比任何太傅教的都要深刻的政治课。回到未央宫，刘询在空无一人的寝殿里擦干了后背的冷汗，他做出了一个决定，他要拿出他在长安街头混了18年，在那群贪官污吏和市井流氓中间摸爬滚打出来的最强绝技——装孙子。在街头，当你遇到打不过的恶霸时，最聪明的做法不是拔刀上去拼命，那是送死。最聪明的做法是跪下，跪在地上叫他大哥，甚至帮他数钱，让他觉得你不仅是个废物，还是个对他有用且绝对听话的废物。刘询开始了他的影帝级表演。在朝堂上，当霍光例行公事地拿着奏折走到刘询面前，假惺惺地请求皇帝定夺时，刘询没有像刘贺那样急于表达自己的意见，也没有摆出皇帝的架子。他极其恭敬，甚至带着一丝惶恐地站起身。他对霍光深施一礼，然后对着满朝文武大声宣布了一道让所有霍家党羽都心花怒放的圣旨：国家大事全都由大将军霍光做主，朕年幼无知，只负责听听大将军的汇报即可，朝廷政务一切照旧，悉听大将军裁决。这番话不仅是放权，这是彻底的投降。刘询在朝会中只要霍光说话，他永远都是点头称是。他对霍光的恭顺甚至超过了汉昭帝，他把霍光捧得高高的，高到了甚至让他觉得霍光才是这个大汉帝国真正的主人。不仅仅是朝堂上，在私底下，刘询也表现得像个无欲无求的纨绔子弟。他继续斗鸡走马听音乐，他不干预任何人事任免，也不在后宫里培养自己的亲信，甚至面对霍家子弟在长安城里飞扬跋扈、横行霸道，刘询也是装聋作哑，只当没看见。霍光看着坐在龙椅上那个唯唯诺诺、只知道点头的18岁青年，他那张犹如雕塑般的脸上终于露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满意的微笑。这小子比那个刘贺懂事多了，没有背景，没有野心，还这么听话。这正是我大汉帝国最需要的明君啊！霍光觉得自己选对了人，这个从民间找来的皇孙就是一个极其完美的，能够保证霍氏家族万世荣华富贵的橡皮图章。霍光彻底放下了戒心，他继续以大汉第一权臣的身份掌控着这个庞大的帝国。但是他忘了，或者说他根本没有注意到，当朝会散去，当大殿空无一人，当刘询独自坐在那张冰冷的龙椅上时，
那个白天里唯唯诺诺，连大声说话都不敢的青年，他脸上的那种谦卑和懦弱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他抬起头，看着霍光离去的背影，他那双在长安街头看尽了人情冷暖的眼睛里没有任何恐惧，有的只是一种像老鹰盯着猎物般极其锐利、阴冷且深不见底的杀意。你尽管跋扈吧，大将军，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但我有一样你没有的东西，我还年轻，时间站在我这一边。刘询像一条潜伏在黑暗泥沼中的毒蛇，盘紧了身体，他在静静地等待着，等待着霍光老去的那一天，等待着那个庞大的霍氏家族露出他们最致命的破绽。刘询在未央宫里把装孙子这门手艺练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朝堂上的政事他不管，人事任免他不问，只要是霍光开口，他一律盖章通过。但是这位从长安街头混出来到的大汉天子，在面对皇位稳固后不可避免要解决的第一件后宫大事时，他出人意料的没有选择继续退让，因为这关乎的不仅仅是后宫的争斗，更是他作为一个男人在这座冰冷的皇宫里唯一能够守护的，也唯一值得他用尽全部政治智慧去抗争的一片净土。立皇后，大汉帝国的龙椅上既然有了新主人，那就必须有母仪天下的女主人。按照当时的政治格局，这个位置几乎毫无悬念的已经被长安城里所有的权贵们内定给了一个女人——霍成君，大将军霍光的小女儿。这不仅是霍家为了巩固家族权势、继续把持朝政的必然选择，这也是满朝文武向霍光表忠心站队的绝佳机会。于是在朝会上，公卿大臣们像商量好了一样，纷纷递上奏折，理由冠冕堂皇。大将军劳苦功高，其女德才兼备，出身名门，理应正位中宫，母仪天下。这简直是把刘询架在火上烤。对于刘询来说，如果他同意了这群人的请求，立霍成君为后，那么他那个跟着他在破败小院里吃糠咽菜，为他洗衣做饭，甚至为他生下长子的结发妻子许平君，就只能委屈的在这个深宫里当一个随时可能被霍家捏死的妃子。不仅如此，如果霍成君生下儿子，大汉帝国的江山早晚会彻底落入霍氏家族的手中，他刘询就真的成了彻头彻尾的傀儡，甚至是随时可以被替换的消耗品。但如果他直接拒绝呢？那无异于当着全天下的面狠狠地抽了霍光一个大嘴巴，也是在向那些满朝的霍党文武宣战。对于一个刚刚登基、毫无根基，连朝堂上说话都不敢太大声的18岁青年来说，这种硬刚无疑是自杀行为。刘贺被废的教训还历历在目，退是死局，进也是死局。刘询坐在龙椅上，看着下面那些眼神里透着精明和催促的大臣，他没有拍桌子，也没有发怒，他拿起了案头的御笔，在这张决定大汉帝国后宫归属的诏书上，他没有写任何关于立后的只言片语，他下了一道让所有人在听到时都感到莫名其妙，甚至觉得有些荒诞的圣旨：朕微时有一谏，朕甚爱之。今虽居尊位，而见不知所在，群臣能为朕求之乎？我在贫寒微贱的时候，有一把非常喜欢的旧剑，现在虽然当了皇帝，但那把剑找不到了。众位爱卿，能不能帮我找回来？这道诏令一下，整个未央宫的大殿上群臣面面相觑，大家心里都在犯嘀咕：这新皇帝是不是脑子进水了？大家正在讨论立皇后这么大的事，您倒好，在这儿找什么破剑？大汉的国库里什么样的宝剑没有，非要找一把旧剑？但是在古代的官场上，能够混到公卿位置的，哪一个不是人精？这群大脑像计算机一样飞速运转的政治家，在短暂的错愕之后，他们咀嚼着诏书里的每一个字，微时固剑。在那一瞬间，满朝文武集体恍然大悟，这是皇帝在用一种非常高明的含蓄的政治隐喻。皇帝是在告诉全天下，
我刘询是个念旧的人，那把在我最落魄的时候陪伴我的旧剑，我不仅没有忘记，而且我还要把它找回来，重新佩戴在身边。我虽然是皇帝，但我绝对不愿意抛弃糟糠之妻。这哪是在找剑，这分明是在委婉却又无比强硬地拒绝霍家的联姻，拒绝群臣的马屁。大汉官场最擅长的就是见风使舵。当这帮大臣们秒懂了皇帝的心思之后，他们立刻收回了之前那些要求立霍成君的奏折。第二天，朝堂上的风向发生了180度大转弯，所有的公卿大臣集体上书：皇室血脉以嫡长为尊，许婕妤乃陛下微时结发之妻，温良恭俭，理应正位中宫，册立为后。这不仅是迎合了皇帝的旧情，更是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找到了一个让任何人都无法反驳的理由。结发夫妻。霍光坐在大将军府里，听着朝堂上的风向突变，他那张向来面无表情的脸上闪过了一丝错愕和不爽。他万万没想到，这个看起来唯唯诺诺像个傀儡一样的年轻人，竟然能用这种极其巧妙、滴水不漏的政治手腕，兵不血刃地化解了霍家的逼宫，而且理由如此光明正大，连他这个大将军也找不出一丝破绽来反驳。如果他强行阻挠，那就是在逼皇帝做负心汉，违背人伦道德。这对于一直标榜辅佐明君的霍光来说，是不可能接受的政治污点。霍光只能叹了口气，捏着鼻子认了。公元前74年11月，那个曾经在长安街巷里为了柴米油盐操劳的平民女子，那个在破旧小院里给一个被称为盲流皇孙的丈夫洗衣做饭，从不抱怨的妻子许平君，穿上了那件极其繁琐，代表着大汉帝国最尊贵女性的皇后凤袍，戴上了那顶沉重的凤冠。在百官的朝贺声中，她一步一步地走上了长乐宫那高高的台阶，坐上了大汉皇后的宝座。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极其罕见的一幕。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底层平民女子，没有任何强大的外戚背景，仅凭着丈夫那道寻故剑的浪漫圣旨，奇迹般地跨越了阶级的鸿沟，成为了母仪天下的皇后。刘询站在她的身边，在这个充满着尔虞我诈、处处都是霍家眼线的皇宫里，他紧紧握住了妻子的手。他以为他用自己的聪明才智，不仅保住了大汉的皇位，更保住了这乱世中唯一的一点温情。他以为只要他继续在朝堂上装孙子，霍光就不会为难一个毫无根基的女人。但他错了，他低估了权力的贪婪，也低估了霍家后院里那群因为没有坐上皇后宝座而陷入疯狂嫉妒的女人。他们不知道，这把被刘询强行找回来的故剑，已经在这个充满了毒药和阴谋的未央宫里引来了一双双充满着杀意的如毒蛇般阴冷的眼睛。霍家的女人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妥协。霍光的老婆叫霍显，她不是一个政治家，她只是一个极其跋扈，仗着丈夫权势在长安城里横着走，被虚荣心彻底吞噬的蠢女人。她对自己的小女儿霍成君没当上皇后这件事，简直是耿耿于怀到了变态的地步。在她眼里，大汉的天下都是她丈夫霍光说了算。凭什么一个从贫民窟里出来的野丫头能骑在霍家女人的头上？我不服，这皇后必须是我女儿的。公元前71年，本始3年，许平君再次怀孕了，而且即将临产。在古代，女人生孩子本来就是一只脚踏进了鬼门关。霍显那双毒蛇般的眼睛死死地盯住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他找到了一个突破口。宫廷女医淳于衍，淳于衍的丈夫正好犯了点事，霍显想在朝廷里谋个更好的差事，正在到处托关系。霍显把淳于衍悄悄地叫到了大将军府，在霍家那奢华的密室里，霍显平退左右，用一种阴毒的语气对这位负责皇后安胎的女医说：妇人生孩子就是过鬼门关，10个有9个都得死在床上。你也是个明白人，现在我给你指一条明路，
你把这包药混在她临产的安胎药里给她喝下去，事成之后，我女儿当了皇后，你想要什么荣华富贵，我霍家包了。你丈夫的事也就是一句话。威逼利诱，一个掌握着帝国最高权力家族的主母对一个宫廷女医下达了死亡指令。淳于衍害怕了，谋杀皇后那是诛九族的大罪，但在霍显那咄咄逼人的气势和丰厚的承诺下，他那颗原本治病救人的心被贪婪和恐惧彻底腐蚀了。他颤抖着手接过了那包致命的毒药。未央宫的产房里弥漫着浓重的血腥味和草药味。许平君刚刚经历了一场极其痛苦的生产，他虚弱地躺在床上，脸色苍白，浑身被汗水浸透。就在这个时候，淳于衍端着一碗热腾腾的安胎药走了进来。在煎药的时候，他已经把那包附子毒药悄悄地刮成了粉末，全部混进了黑色的药汁里。淳于衍强压着内心的恐惧走到床前，用勺子舀起那致命的毒液。皇后娘娘喝药了，喝了这药，您的身子就能好起来了。许平君没有任何防备，他太累了，他顺从地张开嘴，咽下了那口药汁。这药怎么这么苦？是不是有毒？刚喝下没多久，剧烈的疼痛瞬间席卷了许平君的全身。附子的毒性极其猛烈，他感到呼吸困难，五脏六腑像被火烧一样。他痛苦地在床上挣扎翻滚，发出凄厉的惨叫。但淳于衍站在旁边冷冷地看着，没有进行任何施救。娘娘想多了，这只是安胎的苦药罢了。很快，这位从长安街头跟着刘询一路走来，在这个冰冷的未央宫里，仅仅当了3年皇后的平民女子，在极度的痛苦中香消玉殒。许平君死了，死在了那个他曾经以为最安全最温暖的皇宫里。皇后暴毙，未央宫震动。刘询悲痛欲绝，她不是傻子，一个刚刚生产完的年轻女子怎么可能喝完药就突然暴毙？刘询下令把所有的太医和女医全部下狱，严刑拷问，彻查死因。这下子那个下毒的淳于衍被抓进了廷尉府的大牢，而在大将军府里，那个自作聪明的霍显彻底慌了。他没想到皇帝的反应这么大，一旦淳于衍熬不住酷刑招供了，他霍显就是谋杀皇后的主犯。霍显吓得魂飞魄散，连滚带爬地跑去找她的丈夫。在书房里，霍显把毒杀皇后的全过程一五一十地告诉了霍光。霍光听完，这位把持了大汉朝政20多年、废立皇帝如探囊取物，一直自诩为伊尹、周公的权臣，整个人像被雷劈了一样，呆坐在椅子上大惊。他霍光虽然权倾朝野，虽然擅杀大臣，但他这辈子从来没有想过要去谋杀皇帝的正宫皇后。这不仅是违背了人臣的底线，这简直是在挖大汉帝国的根基。你这个毒妇，你这是要把我霍家满门抄斩！霍光暴怒，他的第一反应是大义灭亲，把老婆绑了去未央宫，向皇帝自首请罪。但是当霍光看着跪在地上哭天抢地的妻子，看着这个跟了自己几十年、生儿育女的结发老妻，这位大汉第一权臣心软了。他不忍心让妻子去死，更害怕这件事一旦曝光，整个霍家的名声和权力将会毁于一旦。在道德和家族利益之间，霍光做出了一个让他一生英名扫地，也为霍家日后满门抄斩埋下最致命伏笔的决定。他选择了包庇。霍光动用了他那凌驾于皇权之上的恐怖权力，强行干预了廷尉府的审判，不仅没有深究，反而找了个借口，直接把那个下毒的女医淳于衍从死牢里给放了出来。这件震惊朝野的皇后暴毙案就这样在霍光的一手遮天之下不了了之。廷尉府的结案报告送到了刘询的案头。刘询看着那份写着突发疾病、死因不明、太医无罪释放的竹简，他是个在长安街头混了18年的人，
他见过最底层的贪官污吏是怎么颠倒黑白，怎么草菅人命的。当他看到淳于衍不仅没死，反而被霍光强行保释的时候，刘询那颗极其敏锐的大脑瞬间就猜到了真相，是霍家干的，是那个连自己的结发妻子都不放过的霍显干的。仇恨，滔天的仇恨，像一头狂暴的野兽，在刘询的胸腔里撕咬咆哮。他的双手死死地攥着那卷竹简，指甲几乎要掐进肉里，鲜血渗了出来。他恨不得立刻拔出那把固剑，冲进大将军府，把霍显那个毒妇千刀万剐，给自己的爱妻报仇。但是他不能，因为他现在面对的不是街头的恶霸，而是那个废了昌邑王刘贺，掌控着大汉全部军队，连朝堂上一声咳嗽都能让百官发抖的超级巨兽。霍光，如果他现在翻脸，如果他现在质问霍光，他立刻就会成为第二个刘贺。不仅皇位保不住，他自己的命，甚至他那个刚刚出生的女儿的命，全都保不住。我不能死，我还没有亲政，霍家还没有露出破绽。在极度的痛苦和绝望中，这位21岁的大汉天子完成了历史上最令人战栗的终极隐忍。他把所有的眼泪，所有的仇恨，所有的不甘，像玻璃渣子一样合着自己的血，硬生生的一口一口嚼碎了，咽进了肚子里。他没有发火，他没有追查这件案子，他甚至在朝堂上没有对霍光表现出一丝一毫的不满。不仅如此，在许平君死后不到1年，刘询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觉得他冷血的决定。他极其隆重地在未央宫的大殿上迎娶了霍光的小女儿霍成君为大汉的新一任皇后。未央宫里歌舞升平，霍氏家族的权势在这一刻达到了真正鲜花着锦、烈火烹油的绝对巅峰。刘询穿着新郎的礼服，他看着坐在床头凤冠霞帼、满脸娇羞的新婚妻子霍成君。他知道眼前这个女人的母亲就是杀害自己结发妻子的凶手，但是刘询的脸上没有一丝恨意，他极其温柔地走上前，握住了霍成君的手，眼中满是宠溺的笑意。皇后，以后这后宫就辛苦你了。他笑得如此真诚，如此无懈可击，但在那温柔的笑意之下，在那双深邃的眼底深处，是一把已经磨了18年，足以将整个霍氏家族连根拔起的绝杀之刃。笑吧，你们尽情的笑吧。霍光，你老了，而我还年轻，终有一天我会让你们霍家血债血偿。时间是所有暴君和权臣最公平的敌人。公元前68年，缔结2年，那座在未央宫上空盘旋了20多年，压得2代大汉天子连大气都不敢喘的巨大阴影，终于不可避免地迎来了他的黄昏。大司马大将军霍光病重了，消息传出，长安城的空气仿佛都凝固了。这位废立过皇帝、权倾朝野、一手缔造了昭宣中兴基础的老人躺在病榻上，气息微弱。汉宣帝刘询听到消息，立刻放下了手头所有的工作。他没有表现出任何因为即将摆脱控制而产生的喜悦。他带着皇后霍成君满脸焦急，甚至眼眶通红地亲自赶到了大将军府探病。在霍光的病床前，刘询握着这位权臣干枯的手，哭得非常伤心。他像一个即将失去依靠的孩子一样，深情地询问霍光的病情，嘱咐太医一定要用最好的药。就在这幅君臣情深的画面中，霍光知道自己时日无多，他用微弱的声音向皇帝上了一道奏书，他请求将自己名下的封地分封给自己的侄孙霍山。刘询不仅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而且还当场下诏对霍氏家族的其他子弟进行了封赏。几天后，这位在大汉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一笔的权臣闭上了眼睛。霍光轰了，刘询终于可以挺直腰板做个真正的皇帝了。按照一般皇帝的做法，权臣一死，马上就会迫不及待地开始清算他的党羽，把权力收回来。
但刘询没有。他是个在长安街头混过18年的老油条，他太清楚霍氏家族在朝廷和军队里的根基有多深了。如果这个时候急于求成，霍家的那些将领一旦狗急跳墙发动兵变，这大汉的江山立刻就会大乱。要杀猪得先把他喂肥了，让他放松警惕。刘询不仅没有清算霍家，反而干出了一件震惊朝野的事情，他给了霍光一场帝王级别的葬礼。刘询亲自为霍光披麻戴孝，他下令用皇帝才能使用的黄长蹄凑、金缕玉衣、便房等最高规格的葬具来安葬霍光。不仅如此，他还调动了专门用于皇家葬礼的礼仪队伍，甚至赐予了极其贵重的陪葬品。最后，他让霍光陪葬在汉武帝的茂陵旁边。这场葬礼的隆重程度，在大汉开国以来的异姓臣子中，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刘询用这场空前盛大的葬礼，向全天下，也向霍家的所有人传递了一个极其明确的信号：朕没有忘记大将军的恩情，霍家依然是大汉最尊贵的家族。霍家的人被这场奢华的葬礼和皇帝的眼泪给骗了，他们以为即使老爷子死了，皇帝依然忌惮他们，依然离不开他们。霍光的遗孀霍显，还有他的儿子霍宇、侄孙霍山、霍云等人，在葬礼结束后不仅没有收敛，反而更加飞扬跋扈。他们觉得这大汉的天下依然是他们霍家说了算。刘询坐在未央宫里，看着这些霍家子弟在长安城里横着走，他的嘴角勾起了一抹冷笑。他开始了一场堪称教科书级别的温水煮青蛙和明升暗降的政治操作。霍光死了，大将军的位置空出来了。按照规矩，霍光的儿子霍宇最有资格接班。刘询非常大度地下诏，任命霍宇为大司马。大司马可是当年卫青、霍去病当过的最高军衔。不仅如此，刘询还将霍光的侄孙霍山提拔为尚书，掌管机要文书。另一个侄孙霍云也封了高官。一时间，霍家的子弟们个个头顶着无比耀眼的光环，官职甚至比霍光在世时还要高。他们得意洋洋，以为自己已经完全继承了老爷子的权力。但是在这些光鲜亮丽的官帽背后，刘询那双手正在暗中一点一点地抽走霍氏家族脚底下的柴火。第一招，剥夺兵权。霍宇虽然当了大司马，但刘询在诏书里悄悄地加了3个字：无印绶。无印绶就意味着你这个大司马只是个荣誉头衔，根本没有调兵遣将的实际权力。更要命的是，刘询借着提拔的名义，把原本掌握在霍家将领手里的南北军兵权悄无声息地转移了。他把那些霍家的心腹明升暗降地调离了关键的军事岗位，换上了自己信得过的亲信，比如他老婆许平君的娘家许氏家族，以及他外祖母家的史氏家族的子弟。长安城最核心的刀把子在不知不觉中已经易主了。第二招，收回政权。以前霍光在的时候，所有的奏折都要先经过大将军府，霍光批阅完了再给皇帝看。现在霍光死了，霍山虽然当了尚书，但刘询下了一道命令：自今以来，诸立尚书，不令尚书奏。从今天起，所有的官员可以直接向皇帝上书，不需要经过尚书的审查和拦截。这道命令直接把霍氏家族截留信息的渠道给废了。刘询开始亲自坐在大殿上处理每一份奏折，接见每一个大臣。他把大汉帝国的行政决策权结结实实地握在了自己的手里。高官厚禄的面子有了，但手里的兵权和政权没了。霍宇、霍山这些习惯了呼风唤雨的公子哥们渐渐地发现不对劲了。他们走在长安城里，虽然别人依然对他们毕恭毕敬，但在朝堂上他们说话已经不管用了。在军队里，他们调不动一兵一卒了，他们成了一群穿着华丽朝服的空架子。恐慌开始在霍氏家族内部蔓延。皇帝这是在架空我们啊！没有了兵权，如果哪天皇帝翻脸，咱们霍家岂不是任人宰割？
这种不安在霍光的老婆那个极其跋扈、贪婪且愚蠢的霍显的推波助澜下，演变成了一场致命的作死。霍显这女人可以说是霍家走向毁灭的第一加速师，她不仅没有看清形势，让家族夹起尾巴做人，反而觉得皇帝忘恩负义，天天在家里大骂刘询。要不是我们霍家，他一个在街上斗鸡的混混能当上皇帝？现在老头子刚死，他不仅不念旧情，还把我们的兵权给夺了，这简直是忘恩负义的白眼狼。更要命的是，霍显在一次跟家人发牢骚的时候，由于极度的焦虑和恐惧，竟然口不择言的把当年那件足以让霍家满门抄斩的惊天大案给抖落出来了。他对着霍宇、霍山等人哭喊着说：“你们以为皇帝只是在夺权吗？你们不知道啊，当年是我拿毒药买通了女医，把那个姓许的皇后给毒死的。这事儿如果被皇帝查出来，咱们全家都得死无葬身之地呀！”这句话像一颗核弹在霍氏家族的后院里炸响了。霍宇、霍山等子弟听到这个消息，全都吓得脸色惨白。毒杀皇后，这不仅是死罪，这是大逆不道、诛九族的大罪啊！他们原本以为皇帝只是想收回权力，只要他们老老实实当个富家翁，或许还能保全性命。但现在他们知道，霍家和皇帝之间不仅是权力之争，更是解不开的血海深仇。只要这个秘密泄露出去，只要刘询知道了许平君是怎么死的，霍家连一只鸡都活不下来。绝望、恐惧，加上不甘心失去权力的贪婪，把这群失去了霍光庇护的霍家子弟彻底逼上了一条疯狂的绝路。既然横竖都是死，不如反了。在霍显的煽动和恐慌的驱使下，霍宇、霍山等人开始暗中联络死党，准备发动一场孤注一掷的武装叛乱。他们想重演当年霍光废除刘贺的戏码，把刘询从皇位上拉下来。未央宫深邃的大殿里，刘询坐在那张他已经坐了5年的龙椅上，他看着案头上那些密探送来的关于霍家暗中串联准备造反的密报，他的脸上没有丝毫的惊慌。动吧，你们闹得越大越好，只要你们先拔出了刀，朕就可以名正言顺的把你们的九族全部送进地狱。刘询的眼中闪过一丝令人战栗的寒光，那把被他藏在心底磨了5年的复仇之剑，那把为了那个在产房里痛苦死去的结发妻子而铸造的固剑，终于可以毫无顾忌地出鞘饮血了。公元前66年，那是一个普通的清晨，长安城的百姓刚刚醒来，准备开始一天的营生。突然一阵急促的马蹄声和沉重的铠甲碰撞声打破了清晨的宁静。大批全副武装的羽林军像黑色的潮水一样，在刘询心腹将领的带领下，迅速而精准地包围了大将军府以及长安城内所有霍氏宗亲党羽的府邸，没有给霍宇他们任何反应和集结军队的时间。奉旨捉拿叛逆，大门被撞开，刀枪林立的羽林军冲了进去。那些昨晚还在做着皇帝梦的霍家子弟，有的还在睡梦中，就被直接从床上拖了起来，按在地上五花大绑。廷尉府的审判快得让人眼花缭乱，证据确凿，谋反大逆不道。刘询没有顾念一丝一毫的旧情，霍宇腰斩。这位曾经的大司马被带到长安的闹市口，沉重的铡刀落下，他甚至在被腰斩后还能痛苦地扭动几下，才咽下了最后一口气。霍显斩首，那个为了女儿当皇后亲手用毒药害死许平君的跋扈妇人，在断头台上终于为她的愚蠢和贪婪付出了最惨痛的代价，头颅滚落，鲜血染红了刑场。霍山、霍云等人在被捕前绝望自杀。不仅如此，这场清洗如同秋风扫落叶一般席卷了整个大汉官场。凡是和霍氏家族有牵连的亲属、党羽、将军、官员，无论官职大小，全部被株连，做猪者数千家。几千个家族，数以万计的人头在这场风暴中落地。长安城外的乱葬岗
添了无数的新土。曾经不可一世的霍氏外戚集团，在刘询的雷霆手段下被连根拔起，灰飞烟灭。至于那个逼死许平君才坐上后位的女人霍成君，刘询没有立刻杀她，他下了一道废后的诏书，将她打入了冷宫。在那个孤独的宫殿里，霍成君绝望地度过了漫长的12年。公元前54年，汉宣帝下令将他迁往更偏远的云林馆。霍成君知道自己这辈子再也没有翻身的希望了，他在绝望中选择了自杀。至此，那位在长安街头吃尽苦头的大汉天子，用最暴烈的皇权之怒，为他的结发妻子报了那刻骨铭心的血仇。大树倒了，阴影散了。公元前66年，25岁的汉宣帝刘询终于将大汉帝国的全部权力握在了自己的手里。霍家倒台后，大汉帝国迎来了属于刘询的时代。这位从死牢里爬出来的皇帝，在执掌天下后，展现出了他与所有在深宫里长大的皇帝截然不同的一面。他没有沉迷于大权在握的享乐，他把他在长安市井里学到的底层智慧和对人性的洞察极其锋利地用在了治理国家上。他最恨的就是那些欺压百姓、两面三刀的贪官污吏和地方豪强，因为他在民间的时候亲眼见过那些底层小吏是如何盘剥老百姓的，见过那些豪强是如何仗势欺人的。他知道大汉的根基在老百姓身上，而蛀虫就是这帮官僚。于是刘询开始大批重用那些执法严明、手段冷酷的酷吏，比如著名的京兆尹赵广汉，比如张常等人。他把这些酷吏放出去，就像放出了一群专门撕咬贪官和豪强的恶犬。他对这些酷吏的要求很简单，只要你们能把地方上的黑恶势力、贪官污吏给朕拔干净，让老百姓过上安稳日子，朕给你们撑腰，哪怕你们手段狠一点，朕也不在乎。在宣帝的铁腕治理下，大汉的吏治迎来了一个清明高效的时期，贪官污吏纷纷落网，豪强地主被严厉打击，老百姓的负担减轻了，农业生产迅速恢复。但是这种重用法家、依靠酷吏的治国方式，却引起了朝堂上那些读着《论语》、崇尚儒家仁政的官员和书生们的极大不满，甚至连他自己的亲生儿子太子刘悚也看不下去了。刘所是个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柔弱书生。有一天在未央宫吃饭的时候，刘所看着那些每天被酷吏严刑拷打的官员卷宗，忍不住对自己的父亲尽了一句极其天真的劝谏：父皇，您现在用刑罚太重了，杀的人太多了，治理国家应该多用那些讲仁义道德的儒生，推行仁政才对。刘询听到这句话，他放下筷子，看着眼前这个被保护的太好、完全不懂民间疾苦和政治残酷的儿子，他的眼中闪过了一丝强烈的失望和愤怒。这位从死人堆里爬出来，靠着装孙子和隐忍才活到今天的大汉天子，对着他最疼爱的许平君留下的唯一骨肉发出了一声怒吼：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得教，用周正乎？我们大汉朝有我们自己的一套治国制度，那就是王道和霸道掺杂着一起用，外表披着儒家的仁慈，骨子里必须是法家的雷霆手段，怎么能像你说的那么幼稚，纯粹靠道德说教去效仿那早就灭亡的西周的迂腐政策呢？刘询越说越气，他看着唯唯诺诺的太子，发出了一声极其无奈也极其精准的历史预言：且俗如不达时宜，好事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而且那些迂腐的书生根本不懂得审时度势，整天只会拿古代的规矩来批评现在，把人的思想搞得乱七八糟，连国家的根本都守不住，怎么能把天下大任交给他们？最后这位大汉中兴之主仰天长叹，说出了那句让后世无数史学家感到心惊肉跳的叹息：乱我家者，太子也。
将来败坏我大汉江山的，必定是你这个只会读死书的太子啊！历史证明，刘询的预言极其准确。汉元帝刘弗继位后，重用儒生和宦官，大汉帝国的国力从此开始走向了不可逆转的衰落。但这都是后话了。至少在汉宣帝刘询在位的这25年里，大汉帝国迎来了一个真正的鼎盛时期。对内，他用铁腕手段澄清了吏治，老百姓安居乐业，经济繁荣；对外，他完成了汉武帝没有完成的伟业，他联合乌孙在漠北给了匈奴沉重的打击。公元前60年，匈奴内乱，呼韩邪单于向汉朝称臣，汉宣帝设立了西域都护府，将西域正式纳入了大汉帝国的版图，丝绸之路彻底畅通无阻。就连南方那个桀骜不驯的南越国，也在宣帝的威势下继续称臣纳贡，国家的版图扩大到了极点，四夷宾服，天下太平，史称昭宣中兴。这是一个生在死牢，长在市井，在权臣阴影下装了7年孙子的平民皇帝交给大汉帝国，也是交给中国历史的一份完美的答卷。在处理完霍家的内乱，整顿了国内那帮两面三刀的官僚之后，刘询终于腾出手来，把目光投向了北方。那里是大汉帝国近100年来悬在头顶的一把带血的弯刀——匈奴。很多人聊汉匈战争的时候，总觉得汉武帝刘彻在漠北决战之后，匈奴就被灭了，其实并没有。汉武帝倾尽大汉几代人攒下的家底，确实把匈奴单于打得远遁漠北，漠南无王庭。但是匈奴的主力虽然受损，他们依然占据着广袤的草原，依然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强大军事力量。汉武帝只是把他们打跑了，并没有把他们打服。在汉武帝晚年甚至汉昭帝时期，匈奴人依然时不时的南下骚扰大汉，边防的压力依然沉重。真正让这个不可一世的游牧帝国低头认输的，不是那位穷兵邹那武的千古一帝，而是这位在长安街头斗过鸡，在未央宫里装过孙子，深谙借力打力之道的汉宣帝刘询。公元前71年，也就是霍显毒杀许皇后的那一年，西域的乌孙国，大汉的和亲盟友，解忧公主嫁过去的国家，被匈奴大军围攻。乌孙国王昆弥派使者向大汉求救。如果是汉武帝这个时候，肯定会不顾一切地调集全国兵马，直接去跟匈奴硬拼。但刘询没有，他是个精算师，他知道怎么用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战果。刘询下了一道诏书，派出了5位将军统帅16万大军，兵分5路出击匈奴。但他这16万人并没有直接去找匈奴单于决战，刘询的策略是围魏救赵，借刀杀人。这5路大军在草原上形成了一道巨大的防线，牵制住了匈奴的主力。而真正去执行致命一击的是刘询派去的校尉常惠。常惠没有带大军，他只带了少量的汉军，但他手里捏着大汉天子的诏书，直接奔赴乌孙国，指挥乌孙国的5万精锐骑兵，从西边狠狠地捅了匈奴的腰眼。乌孙骑兵本来就彪悍，加上大汉使臣的指挥，一战大破匈奴，斩杀匈奴单于的亲属、高级将领，俘虏匈奴4万多人，缴获牛羊马骆驼70多万头。匈奴人被打得晕头转向，损失惨重。但这还没完，老天爷似乎也在帮这位在苦难中长大的皇帝。冬天到了，匈奴单于为了报复乌孙，亲自率领几万骑兵再次西征，结果在回来的路上遭遇了草原上罕见的特大暴风雪。史书记载，天大雪，一日丈余，人民畜产冻死，不能复。大雪下了一天，积雪深达1丈多，匈奴的士兵和牲畜被活活冻死，能活着逃回王庭的不到1/10。这一下，匈奴不仅在军事上被大汉和乌孙打残，在自然灾害面前更是元气大伤。周边的那些曾经被匈奴欺负过的小部落，趁着匈奴虚弱，也纷纷起来造反。
从四面八方围攻匈奴。曾经不可一世的草原帝国陷入了分崩离析的绝境，匈奴衰弱了。最先崩溃的是他们内部的权力结构。公元前58年左右，匈奴内部为了争夺单于的宝座，爆发了极其惨烈的内乱。原本统一的匈奴帝国竟然分裂成了5个单于互相残杀。经过几年的血腥内战，其他3个单于被打死或被吞并。草原上只剩下了2股最强大的势力，一个是占据北方的郅支单于，另一个是占据南方的呼韩邪单于。这两兄弟为了争夺正统地位继续死磕，呼韩邪单于被打得节节败退，眼看就要被郅支单于消灭了。在这个生死存亡的关头，呼韩邪单于手下的一位大臣提出了一个在匈奴人看来比死还要屈辱的建议：大单于，咱们现在打不过郅支，唯一的活路就是向大汉皇帝称臣，请求大汉的保护。这番话在匈奴的王帐里炸开了锅，那些骄傲的匈奴贵族们纷纷拔出弯刀，怒斥道：胡说八道！我们匈奴人从冒顿单于开始就是草原上的霸主，历来只有汉朝向我们和亲送礼，哪有我们向汉朝称臣的道理？如果向汉朝低头，我们死后还有什么脸面去见祖先？这是一种刻在骨子里的游牧民族的骄傲，但是在生存面前，骄傲一文不值。那位提出建议的大臣冷笑了一声，反驳道：以前大汉弱我们强，所以汉朝和亲，现在大汉强胜我们匈奴，4分5裂。如果我们不向汉朝称臣，明天就会被郅支杀光，连命都没了，还拿什么去见祖先？呼韩邪坐在王座上沉默了很久，他看着帐外那些因为常年战乱而衣衫褴褛的士兵，看着那些因为寒冬而饿死在雪地里的牛羊，他咬了咬牙，做出了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向长安派出使节。我呼韩邪单于愿意亲自前往长安朝见大汉天子，向大汉称臣。公元前51年正月，长安城未央宫。这一天是大汉帝国建立150多年来最震撼人心也最扬眉吐气的一天。当年汉高祖刘邦被围困在白登山7天7夜，靠着送女人和金银珠宝才换回一条命。那是一段刻在每一个大汉子民骨子里的屈辱记忆。当年汉武帝刘彻倾尽国库，打光了10几万战马，死了无数的将士，虽然封狼居胥，但依然没有等来匈奴单于的低头。而今天，在汉宣帝刘询的甘泉宫里，那位曾经高高在上的草原霸主，那位让历代汉朝皇帝都头疼不已的匈奴单于，穿着匈奴的传统服饰，带着满脸的谦卑和恭敬，一步一步地走上了大汉帝国那高高的台阶。他没有佩戴兵器，也没有带大军，他只带了朝贡的物品。在满朝文武的注视下，呼韩邪单于走到了汉宣帝刘询的面前。他没有像普通的外国使臣那样只是行礼作揖，他按照大汉王朝臣子觐见君王的最高礼仪跪了下去。匈奴单于呼韩邪叩见大汉皇帝陛下，愿大汉皇帝万岁。这一跪不仅是呼韩邪单于为了保命的低头，更是代表着那个曾经不可一世的匈奴帝国向大汉帝国的强盛国力，向这位从民间成长起来的平民天子低下了他们高昂了几百年的头颅。从这一刻起，匈奴不再是大汉的敌国，不再是平起平坐的兄弟之邦，他们变成了大汉的藩属臣子。刘询坐在龙椅上，看着跪在脚下的呼韩邪单于，他那张常年冷酷的脸上终于露出了一丝满意的微笑。他没有刁难这位落魄的狼王。刘询深知恩威并施的道理，既然你愿意当小弟，那我这个做大哥的就得拿出大哥的气派。刘询下令以极其隆重的礼仪款待呼韩邪单于，不仅赏赐给他大量的金银丝绸粮食，甚至还派了1万多名汉军骑兵
护送呼韩邪返回漠南，并且帮助他驻扎在长城附近，保护他免受郅支单于的攻击。刘询用这种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政治手腕，兵不血刃地将匈奴的南半壁江山牢牢地绑在了大汉的战车上。说完了北方的匈奴，咱们再把目光转向西方。西域丝绸之路这条大汉帝国的经济和外交大动脉，一直以来都是汉匈争夺的焦点。在汉武帝时期，张骞凿空西域，大汉的势力虽然进入了那里，但并没有建立起稳固的行政统治。西域36国依然是在汉匈之间摇摆不定。刘询决定要把这片土地彻底纳入大汉的版图。公元前60年，匈奴内部发生动荡，原本控制西域的匈奴日逐王因为和单于有矛盾，带着数万部众向驻守在西域的汉朝将领郑吉投降。郑吉是个非常有能力的将领，他不仅接受了日逐王的投降，还趁势在西域展开了大规模的屯田和军事威慑，将西域各国治理得服服帖帖。消息传回长安，刘询没有犹豫，他立刻下达了一道改变中国历史地理格局的划时代诏书，任命郑吉为西域都护，在乌垒城今新疆轮台县附近设立西域都护府。这不仅是一个军事据点的设立，这标志着从公元前60年开始，包括今天新疆大部及中亚部分地区在内的广大西域，正式成为了大汉帝国不可分割的神圣领土。西域都护代表大汉天子行使对西域各国的最高军政管辖权，西域36国的国王都要接受大汉都护的册封和调遣。张骞的梦想，汉武帝的执念，无数在沙漠里流血流汗的汉家将士的期盼，在汉宣帝刘询的手里终于变成了一张真真切切的盖着大汉玉玺的行政版图。公元前51年，这是刘询人生的最高光时刻。呼韩邪、单于称臣，西域都护府设立，国内吏治清明，国库充盈，大汉帝国的文治武功在这一刻达到了西汉历史上的绝对巅峰。为了表彰那些在昭宣中兴中立下汗马功劳的文臣武将，刘询下令在未央宫的麒麟阁内画下11位大功臣的画像，让他们流芳百世。这就是著名的麒麟阁11功臣。这11个人里有平定西域的郑吉，有评判有功的赵充国，有教他读书的老太监张贺，甚至还有那个当年在死牢里救了他一命的老狱长丙吉。但是当这份名单公布的时候，所有人都被排在第一位的那个名字给镇住了。排在第一位的功臣不是别人，正是那个曾经把持朝政20年废立皇帝，甚至他的老婆毒死了刘询结发妻子许平君的大司马大将军霍光。为了避讳，画像上没有写霍光的名字，只写了大司马大将军伯鹿侯，姓霍氏。当满朝文武看到霍光的画像高悬在麒麟阁的第一位时，他们对这位大汉天子产生了一种由衷的敬畏。霍家造反，刘询毫不留情地把他们满门抄斩，一灭九族。那是为了皇权，那是法家的冷酷。但霍光辅佐昭帝，废除昏君，拥立宣帝，维持了大汉20年的稳定，这也是不容抹杀的事实。刘询把霍光排在第一，不仅展现了他作为一个帝王恩怨分明、功过分开的绝对理性，更展现了他那种在长安街头磨砺出来的足以包容天下的格局与胸襟。他恨霍显，但他承认霍光，他杀尽了霍氏子弟，但他给这位权臣留下了最后的体面。这就是汉宣帝刘询，一个从死牢的阴暗角落里爬出来，在市井流氓的唾骂声中长大，在权臣的死亡凝视下装了7年孙子的平民皇帝。他用他那颗被苦难雕琢的坚不可摧却又清醒无比的心，把大汉帝国推向了前所未有的盛世。公元前49年冬天，大汉帝国最辉煌的太阳在未央宫的深处缓缓落下了。汉宣帝刘询这位在位25年，把大汉版图扩张到极致，
让匈奴单于跪地称臣的中兴之主，走完了他43年的传奇人生。回望刘询这一生，如果你翻开中国历史那厚厚的帝王名册，你会发现没有人比他拿到的开局更烂，也没有人比他逆袭的更彻底。他不是汉武帝那种含着金钥匙出生，拥有无限资源去挥霍的天之骄子，他也不是汉文帝那种在偏远封地隐忍，最后捡漏登基的幸运儿。刘询是一把真真正正从最底层的泥沼里打捞出来，在长安监狱的死牢里淬火，在市井流氓的唾骂声中打磨，最后在霍光那令人窒息的权力阴影下开刃的绝世好剑。他没有汉武帝晚年那种为了打仗而把老百姓逼上绝路的穷兵黩武，他也没有汉元帝那种满脑子只知道道德说教，被儒生忽悠瘸了的软弱仁慈。他是一个把现实主义刻进骨子里的政治大师，因为他挨过饿，受过冻，被地痞流氓欺负过，所以他最懂底层老百姓想要什么。他用极其强硬的法治和酷吏，把那些欺男霸女的贪官污吏和地方豪强杀得人头滚滚，为老百姓撑起了一把保护伞。因为他见识过霍光的遮天蔽日的权力，体验过那种如芒在背的恐惧，甚至亲身经历过结发妻子被毒杀的绝望，所以他最懂权力的本质。他用7年的装孙子换来了霍家满门抄斩的雷霆一击，硬生生地敲断了权臣的脊梁骨。他用他那套被儒生鄙视却被历史证明极其有效的霸王道杂之，也就是外儒内法，亲手缝合了汉武帝晚年留给大汉帝国的那些巨大的几乎致命的裂痕。他把一个濒临崩溃的王朝推向了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的绝对极盛。但是这把绝世好剑终究也有他的遗憾。刘询最疼爱的那个儿子，虽然刘询极其清醒地预言了乱我家者太子也，但他终究没忍心废掉这个承载着他一生挚爱血脉的接班人。结果一语成谶，刘封的继位后抛弃了父亲那套行之有效的法家铁腕，开始全面推行他心心念念的儒家纯任德教。这不仅导致了朝政的软弱和宦官的专权，更要命的是他纵容了外戚势力的再次抬头。而这一次抬头的不是跋扈的霍家，而是一个更加隐蔽、更加致命的家族——王氏家族。大汉帝国的盛世在刘询闭上眼睛的那一刻，其实就已经走到了尽头。西汉王朝开始不可逆转地滑向了衰落和灭亡的深渊。刘询用一生搭建的钢铁长城，最终还是被他自己选定的柔弱继承人从内部推倒了。好了，各位朋友，夜已经很深了。长安郡地狱里那个几个月大婴儿微弱的啼哭声早已听不见了，未央宫里那场惊心动魄的毒杀和反杀也早已淹没在2000多年的岁月长河中。西域大漠上傅介子和郑吉留下的烽烟也早已被漫天的黄沙吹散。我们今天听汉宣帝的故事，不是为了去感叹帝王将相的权谋，更不是去学怎么在权臣手下装孙子，只是希望在这个充满变数和挑战的世界里，无论你现在拿到了多么烂的开局，无论你正在经历怎样的低谷、嘲笑甚至是不公，都能有一份像刘病已那样在泥水里依然能看清方向的清醒，都能有一份像汉宣帝那样在绝境中依然能咬牙蛰伏，等待时机，最终绝地翻盘的韧性，把那些打不倒你的东西嚼碎了咽下去，变成你在这个世界上立足的最硬的铠甲。今夜，愿你的生活中不需要经历那种骨肉分离和芒刺在背的恐惧，只需要在属于你的那个小小的世界里平平安安、踏踏实实、安心睡个好觉吧。晚安，大汉中兴之主。晚安，听故事的你。